言归正传吧，向大哥，今天我把您约来，是想把咱们两家多年的恩怨做个了结。了结？怎么了结啊？开门见山，我问您，当年您为什么负气出走？技不如人，没脸在北京待下去了。真的吗？恐怕是因为记恨吧。你认为当年韦天不顾你把他领进师门的情分，对你留了一手，在国宴上独占鳌头，当了劳模，迈过了你这个大师兄，接替了师傅的职位，所以你记恨他。大妹子，既然你把话都说开了，那我也就没什么藏着掖着的了。没错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庄卫天就是被他家里赶出家门、流浪街头的穷小子。是我念着发小，帮了他一把，可他不思感恩，还处心积虑的要压过我一头，生生的从我手里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荣誉和地位。结果他成了劳模，我倒成了全行业的笑柄。我不得不远走他乡，离开了这生我养我的北京。这一走就整整是50年，50年的背井离乡啊！我能不恨他？向大哥，您想错了。韦天对你的恩情是铭刻在心的，所以他才把他所有会做的，包括那些宫廷名菜，都告诉你了，包括那道百鸟朝凤，都告诉您了，并没有对您隐瞒什么。是，他是把那些已经失传了的宫廷菜谱都交给我了。那道百鸟朝凤我也会做，可他却跟我保留一手。酒中蒸蛋成鸟，他就从来没跟我说过。哈，这是韦天自己苦思冥想琢磨出来的，连他父亲都不知道。行了，大妹子，你就别替他隐瞒了。我敢说，那些传统的宫廷菜，那种精妙、无与伦比的做法，就是你们家那张有慈禧亲笔御批的菜谱上记载下来的。庄卫天，他是都交给了我，可就那张菜谱，我要了多少回，他就是不给我。他这是不是留一手？这是不是处心积虑呀？啊！就因为这个，您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举报韦天窝藏了老佛爷的菜谱，给他加了这个罪名。您知道您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？我承认，这件事儿我是做的有些过分，可那都是因为我憋了那么多年，实在是气不过了，就想着，既然他把他当成宝，那我就让他留不住。您知道您那么做了，可差点要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啊！
大妹子，当时我已经去了香港，虽然听说内地闹得挺厉害，可我并没有想到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啊！这件事儿是我的错，我应该给你赔礼道歉。向大哥，有你这句话，那咱们两家的恩怨就好了结。你不光只向我道歉，您更应该向韦天道歉。向庄维天，没门儿！应该道歉的是他，就因为他没给您看那个菜谱吗？向大哥，咱们两家的恩怨就起源于这张菜谱。您不是想看吗？今天我把它带来了，你好好瞧瞧。所谓慈禧太后御笔亲批的菜谱，实际上就是韦天的爷爷献给慈禧太后的一道日常御膳用的菜单儿。慈禧太后当年权倾朝野，她不愿意龙在上，凤在下，所以亲笔勾了龙凤呈祥，把这道菜改为凤舞九霄。我没记错的话，故宫现在有一处大殿前面的御阶上，就是凤在上，龙在下。没有想到，我争了那么多年，梦寐以求、一睹为快的菜谱，原来就是这么一张菜单。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荒唐。这又有什么保密的？韦天为什么不给我看呢？咱们不觉得这个菜单有什么，可是在韦天爸爸眼里，那就是传家宝。我那个时候跟韦天相好，韦天他们家把他赶出家门，后来他有了正式工作，才可以回家住。那就这样，父子两个还老拧巴着。你想，韦天要他爸的心尖子，传家宝，他父亲能给他吗？是，韦天，他是曾经跟我说过，可我就是没信呢。现在您信了吧？大妹子，我能不能见见我那个老兄弟呀？把茶喝了，咱们走。哦，好。老婆子，哪儿疯去了？韦天兄弟，是我呀。
是给您道歉来了，是我的错，对不起了。好久不见，是呀，50年了，50年了。走，屋里歇着。今天我给你做几个好菜，今天晚上咱俩好好喝一顿。好，咱们不醉不休，不醉不休啊！今儿晚上你们老哥俩谁都别动手，我下厨，你们俩就吃现成的吧。哎呦，老哥哥，我家这哥哥呀，多年没下厨了，今儿我沾你的光了。哎呦，那就有劳大妹子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们先进屋喝茶吧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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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请，啊，请。哎，老婆子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当年我这师哥对我们那几个师弟啊可严了，比师傅管的都宽。那是，师傅说了，教不严，师之惰。他老人家忙，把这个活啊都交给了我这个当大师兄的。你说，我能不严加管教他们吗？啊？还真别说，我这师哥呀还真够意思，他入行比我早，川鲁淮粤比我熟，好多别派名师啊都是他给我推荐的，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博采众长。还说呢，还是你老弟够意思啊！每次啊，从别的门派那儿名厨学来的好菜回来呀，就手把手的都交给了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感情这小子跟我玩鸡贼，他怕背着师傅学别派菜系的菜挨师傅骂啊。我呢，是祖传的宫廷菜，是吧？等于是代义拜师。师傅呢，对我也没那么严的门规，所以呀，他就玩命的给我介绍名师。我学的越多，他学的越多。感情您瞧出来了？你以为我傻呀？我早瞧出来了，就是不揭穿你罢了。来，我陪你们一杯。哎呦，老婆子，来，来。老板，要碗打卤面。
回家。宝贝，我来吧。面好吃吗？还行。老子还行啊。你知道我靠这碗面挣了多少钱？我1分都没敢花，全在这儿。明码是你生日。挣了多少钱？12万，这么多啊！这可是你老公一个汗珠摔八瓣，1碗面条1碗面条抻出来的。看我的手，揉面都揉出茧子来了。你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只要媳妇儿子过得好，再苦再累，我都乐意。今天有月亮。老兄弟啊，咱们都聊了大半天了，以前咱们2个那档子事儿，你咋一句都不提呀？哥哥，你一进门，一句我错了，一句对不起，全有。还提那些是吧让人不开心的陈年往事干啥？没错，相逢一笑泯恩仇嘛。说得好，全在酒里，全在酒里。少喝点儿。老哥哥，听说你混得不错呀，在香港都是餐饮集团董事长啊，还有好几家大酒楼。老弟呀，您这儿不也很不错吗？庄家菜馆名震京城啊，就连好多国家政要、大使馆官员什么的，都来你们庄家菜馆来吃饭嘛。这个我还真不是吹啊，我们庄家祖传的宫廷菜，您到别的地儿啊，还真吃不着。那是。哎呀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你做的菜了。说心里话，我这儿啊还真是有点想了。我也想吃你做的菜呀。当年你那几道拿手的菜，那也是京城一绝呀。很久都没有亲自下厨了，这手艺啊都已经荒废了。不能够，这手艺啊是在咱们骨子里的东西，什么时候都忘不了。这么着，哥哥，你容我2天备料，就在我们庄家菜馆，到时候咱们把董先生还有那些老食客们全请来，咱们啊兄弟俩做一桌菜，让这些老朋友们开开眼，尝尝鲜儿。这主意好，
当年国宴上的师兄弟儿，如今共同掌勺，这也是段佳话呀。好，就这么定了啊！来，喝酒。哎，走着。大卫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我早晚都得走。再说，那边已经催我了，我也该走了。哎呀，你师傅昨晚上喝太多了，现在还睡着呢，我去把他叫起来。没事，大妈，不用叫老人家了，让他多歇一会儿吧。再说了，他还生我的气，也不愿意见我了。哪儿的话呀？其实你师傅真心很喜欢你。我知道。大叔叔，我不想让你走。文居，记着大卫叔叔的话，快乐生活，来。大哥、大嫂，你们的复婚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们了，祝你们幸福。小小，你要想洞穴啊，做点有意义的事儿。我会的，放心吧，大伟哥。三哥，房子和家具都留给你了啊，你和嫂子回去住吧。放心吧，你那间屋我定期给你打扫，等着你回来。保重，保重。大妈，跟我师傅说一声，我永远不会忘了，在中国，在北京，在什刹海，有这么一对善良的老人和兄弟姐妹们。对我一个外国来的青年，这么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谢谢你们了。起来。我走了。路上慢点儿。大叔，拜拜。这鳟鱼黄瓜是我做的。哦，这么点年纪就有这样的刀工，哎，就这萝卜花雕得有模有样的。老嫂子，看来你们庄稼菜是后继有人了。没辙，这孩子就好这个。他妈、他爷爷一做菜，他就围着他们身边转，赶都赶不开。金大姐，你们家小小呢？
嗨，一帮年轻人组团去哈尔滨看冰灯去了。嘿，还是年轻人自在啊！哎，老姐姐，你们家姑娘庄静呢？我们家那丫头啊，跟着大卫那小子正国外旅游，四处拍风景呢。好，师哥，你侄儿媳妇儿这道酒香葫芦是她获奖的拿手菜，给品鉴品鉴呗。品鉴，哎，酒香浓郁，色泽均匀，很见功力啊，不错，非常不错。谢谢伯伯表扬。齐菜，哎，小心啊！师哥，哎，就看咱俩的了。你是主，我是客，我先来，你压轴。哪行啊！你是我大师哥，这大咒必须得你压呀。哎，是这样，你就别谦让了。我的那个葱烧海参，那是正宗的鲁菜，没什么稀奇的。你的这道百鸟朝凤，那可是国宴上的压轴菜呀！你不压轴，谁能压轴啊？哎，越是大家知道的菜呀，就越难做。这个葱烧海参呐，是最见功力的。外边坐着那个董老啊，还有那几个美食家，可不能洒汤漏水啊。葱烧海参啊，那见的是真功夫。我那道百鸟朝凤啊，吃的人少，容易糊弄。哎呦，师弟，你这一辈子糊弄过谁呀？得了，您就别谦让了，咱们就这么定了。哎呀，我这儿啊，好几个活眼儿呢，要不这么着啊，同坐同出，成。董老啊，您给提提啊。董先生，我是多年没有掌勺了，手艺已经生疏，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了。好，我先品尝一下您这个葱烧海参。这菜品盘饰豪华，外观整齐大方，颜色红润美观。这芡汁儿啊，明亮饱满；这葱油颜色透亮，香味浓郁，入口沉稳，味道醇厚。这海参呐，柔软细嫩，爽滑利口，带有突出的葱油的香味儿和姜汁的香味儿。幸亏啊，宝刀未老，不减当年呐，高手。谢谢董先生夸奖了。您再尝尝我这个百鸟朝凤。好。董先生，怎么了？
就俩字儿：惊艳。哎呀，董先生这两个字，我这儿就齐了。哎，来，大伙儿，咱们吃起来，喝起来，来。不对呀！哦，董先生，怎么不对了？您和您师哥向辉的这个两道菜是一起上的，那这桌宴压轴盖盖的菜是什么呀？您别急呀。哎，好了没有？打卤面来喽！大爷大妈好。各位啊，今天这个宴席呀，压轴盖盖菜，就是我们家志斌做的一碗打卤面。上面。北京人吃打卤面讲究的是洗三、接三、做寿。大年初二还要上一碗香喷喷的打卤面，以打卤面盖盖，充满了仪式感，寓意深刻，讲究。哎呀，谢谢董老的鼓励。董老趁热吃吧，再不吃面就坨了。来，一块吃一块吃。师哥，味道怎么样？绝了！哎呀，魏天呐，今天这顿酒席吃下来，我真是颇为感慨啊。那有什么话您就说。这顿酒席上，我吃了您和您师哥向辉做的葱烧海参、百鸟朝凤两道看家菜，还有您儿媳妇做的酒香葫芦，哎，还有您这孙子做的蓑衣黄瓜，最后是志斌的打卤面。哎，我这脑子里边啊，就出现了两个字儿。哪两个字啊？传承。哎呦，祖一辈，父一辈，子一辈，孙一辈，一代一代的人把咱们中华博大精深的厨艺传承下去，咱们这行当能不兴旺发达吗？啊？哎呀，董先生说的是真好。我想补充两句。哎，您说。不光我们这行啊，要是360行都能秉承德、义、心3个字，啊，脚踏实地、踏踏实实的、认真的为老百姓服务，那各行各业都可以兴旺发达呀。那我们的国家就会更加的繁荣昌盛。说得好。来，
为我们祖国辉煌的未来干杯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干杯干杯！哎，这坐着敞亮，只要你满意，我就开心。是岔开的风，带着那么独有的书卷气，飘飘洒洒着流水，把交错的胡同挥洒的没了俗气。是岔开的夜，有着那么热情的烟火气，红红火火的吆喝，京城的轻轨衔接上了地气。是岔海的冬，总有那么欢喜的剧情，兴高采烈的北风，让什刹海的冰面充满了孩子气。是
真理，一人一出戏，努力做好自己，才不会辜负你。